各位观众，平常我因为常常在国外，所以许许多多地方同学们来信，往往我要隔很久的时间才能看到，甚至于有超过半年的。那么同学们在信件当中提出了许多的问题，我也很难一一为大家解答，这是非常抱歉的一桩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将一些问题有共同性的，大家都应当要明了的，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讨论讨论。第一个问题，说有人听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确实有这个说法。那么他问，既然是有求必应呢，他说他的女儿生病了，没有办法。那么从出生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了。那么他曾经读过《地藏经》《药师经》《无量寿经》似乎都没有反应。这是什么缘故？好像他有求而没有得到感应。这一桩事情，我们确实是要了解的。人为什么会生病？病到底是什么因素产生的？很少人在这上面注意。但是这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关于医道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专长在古老的典籍里面，我们看到《灵枢经》这一类。过去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医道相当高明。他曾经给我们同学们谈过，他说中国的医道是有历史、有渊源、有学问、有经验的。那么现在许多人对中医没有信心这个是迷失了固有的文化传统，这是一桩很可惜的事情。那么中国医学里面，它要求的是什么呢？最高的目的它要求的是长生所以中医真正的目的，它是求一个长生之道。依据这一个理论，它是人的身体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如果使用得法，保养妥善，这个机器应当可以使用200年。那么换一句话说，依照中国医学的理论，人要活到200岁才算是正常。那么你达不到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你自己不善保养把它糟蹋掉了譬如我们使用的这些机器，我们对机器构造、性能都不晓得都在那里摸索，随便的使用，
当然它的损坏率就很高了，人的身体一发如是。而中医第二个目的呢，是讲求如何不生病。你看看这说的多高明啊！怎么样能不生病？第三个目的是因你有了生病了，如何来治疗？所以讲到治病在中医里面已经是属于第三等的了。那么这个大夫来治病，那个也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最高明的大夫，他只要观察你的气色，你的动作，你的音声，他就知道你什么地方有毛病了。这个道理实在讲也并不难懂。譬如现在我们使用汽车是最普通的一个交通工具了。如果有人经验很丰富，对于这个车辆的结构性能很理解，这个车一发动，他就能从音声上听到这个车某一个部位出了问题了。同样一个道理，人这个身体某一个部位有问题，他的容貌、他的音声呢，必定有变化。纵然变化的非常细微，我们一般人是粗心大意看不出来。而这些大夫他们是心地清净的，细微的观察了，他看到了，他就能够处方给你治疗。这一等的医生。二等的医生呢，功夫没这么高。他也观察，也来听你的音声，但是他要问一问题，提出一些问题你答复他，帮助他诊断。这是二等的。这三等的医生的时候才把脉。所以李老师讲把脉治病这是三等三的医生。在治疗方面，尽可能呢不要用药物。你看我们在佛经里面所看到的，在其他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为别人治病，佛也为别人治病。佛用什么方法呢？一个是手的摸触，经常讲摸一摸他病就好了。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现在所讲的按摩、推拿。因为疾病的时候，一定是某个器官里面关节不通，有阻塞。他给你一推拿的时候，将这个阻塞现象消除了，你就能恢复健康了。这是一个道理。那么在佛法呢，还有很高明的，佛教他念一个咒语。实在讲，教他这个咒语，咒语是发的音声，音声要正确，这个音的量、节奏都要能符合它的标准。它是用音声来震动，你这个器官某一个地方有阻塞，用音声来震动，达到消除阻塞，使你的身体恢复正常。这是密咒治病的一个原理，很符合科学。那么现在大藏经里面治病这些咒语，那都在我们照那个去念，能不能治病呢？不能。这个不能的原因呢，我们也能够理想得到。我们依照这个文字念呢，音声不一定正确。那至于这个音阶、音量呢，那就更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高明的人呢传授，亲口传授才有效果。我们依照文字记载是很难达到标准的要求。于是乎，
治病的这些咒语啊，现在我们拿来也治不了病了。这个可以说文字记载的虽然是在啊，实际上已经失传了。它都有道理，都值得我们相信的。所以不用药物啊。那么在中国，还有一种方法呢，用针灸。也是帮助疏解这个穴道这个是在现在也很盛行西方的医学对这个也很有研究他们也能够接受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才用药物那么中医所用的这个药物都是草本的所以它这个药性呢非常温和对于人体副作用可以说降低到最低限度了这个比西医实在是高明多了。西医这个药物看起来好像很有效、很快速，但是多半都是这个化合物产生很不好的一些副作用对这个内脏这一部分有好处，但是对另外一个部分呢，它有伤害那么这是讲到这个疾病的治疗，至于病怎么产生的，当然因素非常的复杂，佛经里面讲的很透彻所有疾病呢可以把它归纳为3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这个生理上的疾病生理疾病从哪里来的呢？多半是你的生活起居、饮食不调古人所谓病从口入绝大多数生理病都是从饮食上来的因此中国古代的人对于这个饮食非常讲究诸位看《礼记》看《吕氏春秋》《月令篇》里面那说的非常详细这个都是属于讲求的养生之道我们饮食吃东西吃坏了，感受风寒了这一些病症医疗有效可以用这个医疗的方法，所以医是医病你有这些病的时候可以来医疗第二类的疾病因缘呢叫冤业病，这个医疗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病源是什么呢？冤家债主我们一般讲呢冤鬼附身这个药物对它不起作用那么这一类的病怎么治呢？佛家里面讲的超度超度是什么意思呢？实在讲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调节劝导希望这个过去事情已经做错了吗？希望大家也能够谅解，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诵经拜忏呢，目的是在调解。这对方如果接受了他就离开了，离开你病就好了这一类古时候有，现在比从前还多我们在国内在国外看到这是这个灵鬼附身的人很多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人神经不正常神经分裂症严重的就送到神经病院去治疗，那个越治疗是越糟糕所以这个
佛法了，超经诵这个超度诵经，结缘世界，对这一类有效。如果你是伤风感冒，感受这个风寒，你诵经拜忏没效。那个一定要找大夫，要找这个用药物来调理。所以说哪一类的病你一定要晓得。那么还有一种叫续业病，这个是最糟糕的。医生药物不能治疗，这个诵经拜忏也没用处。为什么呢？它不是冤鬼附身，不是冤家来讨债。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病是罪业一种果报。你造的这个罪业太多了，或是你这一生造的，或是你前生所造的。你遇到这个缘呢，它这个报应呢发作了，这是最麻烦的。但是有没有救呢？也有。佛告诉我们，这个你诵经拜忏，它这不是调节，这个方法没效，这个医药也没有效。佛教我忏除业障。你要真正的忏悔，真正的悔改，你把你的业障消除了，你这个病就好了。这是别人帮不上忙的，一定要靠自己。所谓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造的业一定要自己铲除，自己造的业，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帮你消除。这个是总跨了所有疾病的根源，不外乎这个三大类。我们明了这些道理，晓得事实真相，细心观察，我们得的病是属于哪一类？只要你掌握到这个原则，掌握到方向呢，治病就不会困难了。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总原则，也正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呢所追求的长生不病。这个在佛法里面呢，说的是非常透彻。你看看哪一个佛菩萨生病了？哪一个佛菩萨阿罗汉是不健康的？没有。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一些事实真相。要用现代的话来说，顺乎自然就是健康的。所以佛教导众生呢，要随顺普贤十愿就特别强调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众生是广义的。这个众生不是说一切人，人是众生，物也是众生。众生两个字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这是它的本意。我们动物也是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植物也是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矿物乃至于一切自然现象都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这两个字的意思无限的深广。恒顺众生呢，顺着自然现象，这就是最健康的。比如我们讲四季，四季的自然现象，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现象。
顺着自然现象啊，就健康了；违背自然现象呢，当然要生毛病了，要出毛病了。这个里面理很深，事非常微妙啊。古圣先贤教导一般平民不讲那个很深的道理，就教你怎么样去做。你只要去做呢，效果一定就达到。你能够深深明白其理，当然更好；不明白那个道理，照做也行。譬如我们今天从家里面坐车到这个地方来，你要说车是什么原理造的，怎么造成的，为什么它会动，那个事情可麻烦了。一天两天也讲不清楚，不需要解释。你上车，那司机就把你拉到此地来了，你可以不必问了。所以说，顺乎自然的法则就是健康的。违背自然法则就是错误的。那我们从大体上来观察。佛告诉我们，心是清净的，心是空寂的，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东西。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过去所讲的本来无一物啊。佛家常常用缘来代表，法轮呢，大家都知道这是佛家的marker标志用缘缘，注意一下的，缘心有没有呢？缘心决定有。缘心在哪里呢？缘心不可得。它确实有而不可得。你决定找不到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体积它不是一个面积但是它决定有佛告诉我们，我们的真心是决定有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现在讲宇宙人生都是真心变现出来的现象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把宇宙的真相一语道破所以心要空，空就灵了，灵就是智慧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只要你心清净，所以佛法的修行方法很多，门径很多方法门径合起来就称之为法门。法门无量经上常讲84000法门方法多，门径多，它的原则就一个，就是禅定换一句话说，这么多的众生，他用不同的方法修禅定，用不同的门径入禅定，离开禅定那就不是佛法了定到极处，真心就现前了智慧也现前了，德能也现前了。所以心要静这养心身呢，身是圆周圆它可贵之处就是在动圆要不动，诸位想想它还有什么用处今天科技这么发达，发达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圆在那里不停的转动佛告诉我们，身是圆周身要动心要静，这养生之道你就可以不生病
可是现在人呢，违反了这一个自然的原则，真叫做破坏大自然呐，使自然这个生态不平衡，于是一切毛病都发生了。心要静，他那个心偏偏动，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连做梦都还在乱想。这个心就出了问题了啊！身要动，他偏偏身呢要安逸，身不想动，要动的他不动，不动的偏偏要动，你说他怎么能不生病呢？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都从这里生的。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妄想分别执着是病源呐，贪嗔痴慢呐，三毒烦恼啊，是一切疾病的根呐。那么我们要问一问了，你自己生病了，或者你的家亲眷属生病了，你给他诵经拜忏，能治得好他吗？假如果然能够治好，果然有效，我们芸芸众生呢，生了病痛啊，诸佛菩萨要不给我们诵经拜忏呢，那他的慈悲心何在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法没有迷信呐，佛法叫你念地藏经、念药师经、念无量寿经，道理在哪里？是叫你明白佛在经中所讲宇宙人生的原理。你要在这个里头体会这些道理啊，你要在这个里面去领悟事实真相啊，然后你就有下手之处了。不是说念几部经，佛菩萨就降神就把你病治好了，这是迷信，这是骗人的，哪有这种道理？你讲不通的。那么自己有病，自己诵经。是修清净心啊！刚才讲了，心地真诚、清净、慈悲，就能把这些不正常的破坏自然心态这些事情啊恢复正常。心里面原来有妄想分别执着吗？读读经啊，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了，恢复心的正常。这个拜忏拜佛是叫你运动啊，你一天依照这个方法忏悔法拜100拜，拜200拜，叫你生动啊。你必须要懂得这些道理啊。你的家亲眷属有病，你明白这些道理，你就能帮他的忙如果他的病是业障病续业病，你就要教给他忏悔。这个病呢才有起色。你不明理，不知道事实真相，因为迷信在那里祈求，那佛事门中有求就不应了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是里面有真实的道理你一定要如理如法的去修学，你才能够得到你的希望你这个求愿才能满你的愿
所以这个里头不能迷信呢，不能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其实神明能不能保佑人呢？也不能，也没有这个道理。你去求神，一求神呢，病好了，那病该那个时候好，恰恰好碰上了吧？哪里是神起作用的？如果神要那么灵，100个病人，100个人去求，100个人都好了，那神那就真灵了。100个人去求啊，只有几个人求得，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办法，那可见的那不是真灵啊！他怎么可以说厚此薄彼呢？哪有这种道理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然后就不会怨天尤人小孩从生下来很多年都有这个病不能好，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到这种病大概不是生理上的可能就是续业要仔细去观察你看看你对小孩饮食起居，如果一切照顾都很正常，那就不是生理的病冤业的病的时候，一般冤家债主不会在小孩这个时候来讨债为什么？他没有能力还债你找他有什么用譬如我们有债主我是个债主，人家欠我的债，我向他讨债，他现在今天一贫如洗，我向他讨个什么？他没有能力还嘛。这个时候我们决定不会去讨债的。等他哪一天发了财了，有能力还我们了，那我们才向他讨债所以这个冤鬼附身呢，也是有时节因缘不可能呢，在他这个儿童的时候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所以这个多半呢还是续业过去生中所造的恶业，要帮助他修忏悔法帮助他培养一个清净善良的心多在这一方面教导他，这个有效所以不妨可以试试看。那么第二个问题他问有一位这个各校校长的儿子大概是开车祸撞死一个人，一个路人他问呢这个要写几次超度的牌位才能够把这个冤结化解？这个问题问得也很有趣味大概是因为车祸撞死人呢，自己这个心不安到这个寺院里头写牌位去超度他问的时候要超度多久才能把这个冤结解除？这个不在乎超度次数多少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关键呢是在乎你有真诚之心，改过迁善的。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以后驾车要特别小心不要再有这个过失。那么对这些受害之人由衷的忏悔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在写牌位超度多少次不是最有效果的方法是自己诵经拜忏呢，积善，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
这还有效这个能有效果。如果受害人他还有家亲眷属那我们有义务对他家亲眷属多少能有一点照顾这个是道义的责任。你能够这样做呢，那就相当圆满了这个被撞的这个路人俗话说，在九泉之下了，他也能够原谅你你做的如理如法做的合情合理所以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要写多少次牌位，这个没有用处的这个完全是外表，是形式外表形式不容易解决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还是从这个问题来的。他说写牌位现在一般道场牌位有分等级的我听说分很多个等级有大牌位、中牌位、小牌位，价钱不一样他说有1000的，有3000的。他说是不是写那个3000的大牌位消灾能够消得多，能够消得快？你们想想，这个合理吗？能不能合情合理？如果果然这是事实，那实在讲这老天对人太不公平了有钱的人就能消灾消得多，消得快，穷人这些灾难永远没有办法消除，这个合理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明了，消除业障牌位写的再大，写成10层大楼那么大的牌位，说老实话也消不了灾呀，也免不了难灾难是怎么发生的？你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将这个因素消除，你的灾难就没有了。这才是真正合情合理。现代所谓是科技非要的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反而越来越迷惑颠倒这真是一个怪现象我们想想，何以有这些怪现象我猜想大概是现在一般人民生活富裕了，富裕了就贪生怕死于是乎种种迷信自然就延伸了你看在40、50年之前半个世纪之前，2次大战之中和大战这个结束的初期，一般人都非常贫困好像这些问题在社会上没听说过，大家都忙着自己的衣食了，哪有功夫来想这些事情这是一个社会反常的现象不是一个
如理如法的现象。我们一定要用冷静的头脑去思维、去观察。佛法、释法都讲求理呀，合理、合情、合法，我们才能够采信。如果与情理法相违背，决定是迷信。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另外一个问题，他问到，在这个寺庙里面写这些超荐牌位，真的会有效吗？这是不是佛教的内容？这个问题我不在此地答复。我另外跟诸位来谈一个专题。现在正是7月，世间人所谓的鬼月。在这个月，大概是超度的这个风气特别的兴旺。我们就这桩事情来做一个简短的讨论。说明超度它的理论与事实。所以这个问题呢，不在此地详细来解答了。那么还有一些同修，这些年来发现了修学净土。那么听我讲经的录音带听得很多。不但是听录音带，或者是看这个电视的传播，即使是在现场听我讲经，而听错了意思，错会了意思的人，大有人在呀。这个事情实实在在不容易呀。所以释法佛法在教学过程当中都讲求要问，学问。你一定要学着问，你要学，你就一定要问。不可以说是纵然你听了之后有体会、有心得，在古时候也要请善知识印证。我所学的有没有错？我听的、我领会的有没有错误？也要找个善知识来印证。否则的话的时候，那依旧里头是打了几个问号在其中。那么这是世出世间修学、教学都是这么要求的。那么有不少的同学们听了之后也不好意思问，也不愿意提出问题，这个就难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障碍你开悟，障碍你正果。我们在佛的经典里面可以看出来，佛当年在世
给这些学生们，出家在家这些学生们，为他们讲经，这个时间占得很多，可是依旧有大部分的时间是跟这些同学们互相研究讨论的。这些都是事实啊。在中国，学佛的同修都非常欢喜《楞严经》。你看《楞严经》自始至终就是讨论会呀，就是彼此在一起辩论了。有的时候佛提出问题，有的时候学生提出问题。学生来解答，佛在旁边听，作为给他做印证。有些问题学生解答不了，佛在帮助大家来解答。我们在典籍当中能看到佛陀在世教学那一种活泼。自由讨论，自由发挥，真正符合今天所谓民主、自由、开放的精神。在大乘经典里面比比皆是啊。所以我们现代修学，除了研读经典、听讲经之外，这个研究讨论呢是必要的。即使你正确的体会、正确的契入，也要参加研究讨论。一方面给自己做印证，一方面帮助一些同修，他们错会了意思，曲解了意思，帮助他们呢修正。这个也是无量功德了，是一桩好事情啊。所以研究讨论在修学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手段。这正是古人呢常说的思有。不管是你学的是佛法或者是世间法，我们知道佛法是教学，佛法是教育，离不开思有。老师是指导我们的人，同参道友是辅助我们的人。我们有老师指导，没有这些同学的辅助，很难成就。往往变成什么呢？闭门造车，盲修瞎练，那就坏了。所以，德行、学问有成就的人，你去观察，古人也好，今人也好，他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好老师指导，一定有好的同参道友经常不断的在一起切磋琢磨，他才有成就啊。我教导年轻人呢，也常常提示老师固然重要同参道友说更重要因为你们常常在一起辩论，常常在一起研究讨论跟老师在一起，老师有威严有的时候自己有疑问也不好意思提出来甚至于有些人不敢提出来可是，在同学方面呢，那就没有这些机会了同学们研究讨论得
不到答案，可以去请教老师。啊，这才是正确修行的方式。啊，修学的方式。那么，净宗同学，我过去常常劝导大家，啊，你修学净宗从哪里下手呢？我劝导大家是先把《无量寿经》念3000遍，从这下手。3000遍念完了怎么办？啊，他来问我，我遇到不少人呢，这样问我了。我说你再念3000遍。啊，念经并不就是目的呀，念经是手段呐。啊，念经真正的用意是修根本智啊！我们知道，佛法的教学最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整个佛法的教学，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所教的，归纳起来，不外乎戒定慧，叫3学啊。戒定都是手段，慧是目的啊。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方法，佛学是智慧的学问呐。这个我们不能不清楚啊。读经是方法，就是属于戒学啊。实在讲呢，这个方法里面是奠定基础，是让戒定慧3学一次完成，那你就真正修行了，你真的会用功了啊。戒学刚才讲了是方法啊，你展开经卷，用清净心，用恭恭敬敬的态度啊，将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啊。你念经当然就不会有妄念了，因为起妄念呢，你这个经就会念错啊，你就不会有妄念了。莫有妄念呢，那就是持戒嘛。这个戒学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念经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念，就是诸恶莫作了。经是佛的教诲，我们在读诵，我们在接受，这就是众善奉行。你看看戒学具足了啊。定学呢，你念经一定专心。专心去念呢，就是修定了，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念错，没有念颠倒，没有念漏，这是慧学。你看看，就是在读经，戒定慧3学圆满具足。我教你这个念法了啊，不是说用个急躁的心，哎呀，我天天在这赶功课。啊，像学生对老师那个态度啊，我今天呢3遍念完了，我今天10遍念完了，没事了，一面念一面打妄想，那有什么用处啊？哎，那个一点用处没有啊。所以念的时候如理如法，专心在这里读诵啊。这个样子3000部念下去之后啊，你的气质改变了啊，你一定会感觉到你的妄念呢少了啊，虽然没有断，减少了，智慧增长了
从前对人对事都迷迷糊糊的，现在会变得很清楚、很明白，听人家讲话也能懂他的意思。耳目聪明，智慧增长啊！读经用意在此地，3000遍一定念得很熟了。经里面的这些教训，你都能够记得住了所以3000遍读完之后，第2个阶段再叫你念3000遍，跟第1个阶段呢用意不一样第1个阶段是戒定慧3学一次完成目的叫你熟记。第2个阶段呢，叫你思考换一句话说，着重在理解。第1个阶段着重在记忆、熟记；第2个阶段研究、理解、体会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意思。像《开经记》里面所说：“愿解如来真实义”这是个第2个阶段，你真的明白了，真的懂了然后再进入第3个阶段呢，是要把经里面这些教训、这些理论、这些方法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生活、行为，这就成功了。你才真正得到佛法修学的受用绝对不是把这个经念给佛菩萨听的每一天在家里供养佛像，在佛菩萨念几遍经，我很乖，你看你教我念，我天天都念给你听了与自己生活行为毫不相干，这样读经呢，一点用都没有那个时候是口善的，你念经嘛，总比骂人好吧？你好处在哪里？好处就这么一点对你的这个德行，对你的学问对你的这个生活的改善，完全没有帮助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我教大家了是这个方法熟记、深解、实行要把它做到与古大德所讲的信解行证这4个阶段呢，也能配合那么这是我对大家提倡读经的用意，希望大家要明白绝不是念3000遍之后就得佛菩萨保佑，就将来能保证往生了。我没有说这个话如果您能够理解，能够实行，那可以说你得到保证决定保证往生我也曾经说过，《无量寿经》就是我们凡夫求生净土的保证书但是这个保证书你一定要知道熟记、理解、实行才能真正达到保证只是读诵，不能理解，也不能实行，这个没有用处的这个只可以说种一点善根，这一生当中得不到结果希望大家要细心去体会，要认真努力读诵之后要研究，研究是可以多听讲，多找一些好的你自己的朋友学佛的一些朋友，不学佛的朋友也可以，只要是好朋友，
邀集他们1个星期1次，来研究讨论这个经典，把讨论所得到的结果就付诸于实施，在生活上怎么做，在工作上怎么做法，把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用在生活上，用在这个工作上，应用在平常交际应酬上，我们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诸位。各位观众，现在我们继续答复疑问。有同修提出问题，他问了弘法与往生哪一个重要？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我听过很多。那么这2者都重要，弘法这才能够续佛慧命，也能够帮助社会的和谐，促进世界的和平。所以这个工作是一个大慈悲的工作。那么往生对于学佛的同学来说，当然重要。这个机会非常不容易遇到。佛法修学法门虽然很多，但是任何一个法门呢，都要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断惑正正，这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一生当中相当不容易成就。那么在所有法门里面，唯有念佛往生呢，是最方便、最容易。只要你能信、发愿，可以说是决定都能够成功的。所以古人说这个法门呢，叫万修万人去我们能遇到这个法门，这一生能往生净土，往生是上学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求学，不是去享福，不是去逃避责任，而是到那个地方成就自己的智慧德能。成就之后这个就说是道家慈航，再回到六道里面来普度众生因为你有智慧有能力，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圆满做得成功所以2者都非常重要。第二个问题，他问在读经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这个问题我们要把它讲清楚当你正在读经的时候，
譬如你读一部《无量寿经》，你初学的时候，因为经文呢很生疏，不熟悉，大概需要2个小时你才能念完。那么这2个小时当中，当然你不能做别的事情那你一面做别的事情，一面读经你读经就夹杂着妄想在里面所以这2个小时不能做事情。经读完之后你应当做的事情还是要照常做不能说我现在修行读经了，我什么事情都不做了，这是错误的。如果这个经读熟了，大概读3个月，就相当熟悉了。这个时间好的大概1个小时就能够读一遍。那么程度稍微差一点的、根性劣的呢，1个半小时也就够了。如果您能够读上1年、2年，通常一般同学们的经验呢，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只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所以说越熟，你的进度就越快。读经的时候不能夹杂妄想，这一点呢非常重要。第3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很不容易解决他问的是现在社会这么乱，如何才能使它有秩序、安定祥和？我想你这个问题是所有一切大众共同的愿望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能有效果的达到呢，说实在话了，这是属于一个教育的问题那么国家要有好的教育政策实在讲呢在古代这个教育方向目标确确实实跟我们现在不相同。中国从汉武帝制定了国家的教育政策这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呢，叫制定国家教育政策。这个政策里面呢，是以孔孟的思想为主导这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了，独尊孔孟所以孔孟思想呢，一直主宰着中国将近2000年的历史成为中国教学的主流。那么孔孟的教育重点在哪里呢？诸位要晓得，实在讲，孔孟教学跟佛法教学是非常接近。它主要的目标是教我们做人，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譬如这儒家讲的5伦8德这个是教育的中心思想从很小的小朋友就开始培养让他知道夫妇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君臣的关系。君臣就是现在所讲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然后再告诉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鬼神有没有呢？承认有鬼神存在。用什么态度来对鬼神呢？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态度多好我们对鬼神尊敬，远是什么呢？远是不必听他的，不必要去学他的他毕竟跟我们人道是有差异的
所以说敬而远之，远不是远远远离他，远是不学习他。然后再说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这是从前教育宗旨、教育的主流啊。那么社会当然有秩序，当然是安定祥和。可是现在呀，我们把这些教学这个中心的理念呢，都抛弃了。这个是以为这个东西太旧了、古老的了，古老的东西过时了都不要了。社会的秩序安定祥和，从哪里来呢？管仲曾经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民国年间，一般学校里的校训有共同的校训，就是礼义廉耻4个字。我从前上学念书，小学、中学，礼堂上都挂着这4个字。现在学校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这些理念呢，都必须要从小来培养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所以教育是人与禽兽差别的一个关键。人也是动物人跟别的动物为什么不一样？人能够接受教育，人能够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所以人就异于禽兽了。在动物里面是最高的这个灵性的动物了。儒家在《学记》里面告诉我们：“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一句话是给过去统治者所说的。你统治这个国家，你执掌这个政权。你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是教学所以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做君、做卿、做司曾经有一个专题来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那么中国自古以来有没有选举？有，这个制度都是汉朝建立的。选举不是人民老百姓来选举是地方主管官员呢选举中央帝王派的这些官员到这个地方来做地方官到这个县里面来做县长政绩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替国家选拔人才所以古代这个制度当中敬贤受上赏国家最高的荣誉、最高的赏赐给谁呢？给这些替国家推荐贤人的这个人所以地方官员呢，常常微服去私访穿着普通衣服不会让人认识，他到外面去打听，去找这个人才，人才的标准也是有一定的，就孝廉这2个条件，就举孝廉呢，就是选举推举向国家的推荐这一个人能孝顺父母，他就能够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忠于他的工作。孝重要啊。廉呢，廉是廉洁，他不贪财，他决定不贪污。所以政府里面需要的人才呀，这2个条件最重要。一个是孝，一个是廉。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每一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出现了，绝对不会比民主制度差了。但是现在我们想恢复古时候那种教学制度很难，这个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我们明了，但是没有能力做到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么你问，那从哪里做起呢？我可以告诉你，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自己每一天能够反省，能够断恶，能够修善，能够积功累德，社会大众不守秩序，我守秩序大众乱，我安定从本身做起能不能有影响呢？不必考虑这些只问耕耘呢，莫问收获就好那么这是我一点浅显的贡献呢，一切都要从自己做起，然后影响你的家庭你一家给社会大众做榜样逐渐的扩大影响，也许会有一点效果譬如学佛学佛的人一定持戒嘛，持戒就是守法嘛学佛的人多了，明白佛理的人多了，对于社会一定有影响一定也有贡献那么这个是好的。下面一个问题他问的是如何辨别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从形态上、内容上他问的这么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很严肃、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现代的社会上，真正是如佛在《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个现象，对于这一桩事情他早就预知了所以他给我们开了一个药方在他老人家入灭之前，教我们四依法。这个四依法呢，就是教我们辨别这一桩事情的根据。第一，他说依法不依人哪个是正法，哪个是邪法呢？这个人所讲的法了，一定要跟经相应经是佛说的。如果违背了经典，他自己独创的见解，我们不能相信一定要根据佛在经上所说的那这就是正法第二教给我们呢，依义不依语，这一条很重要佛经典所记载的，如果你是执着在经典的文字呢，你一定会有误会有偏差譬如印度梵文的经典没问题这个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了，
经过中国人再把它翻译成汉文了。往往一部经典有很多人翻译。你像《无量寿经》就有12种的译本，大家熟悉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现在在《大藏经》里面6种译本。那每一个翻译的人用的文字不会相同啊。那我们到底译哪个本子呢？这个佛也预料到了，所以佛教给我们依义不依语。他这个本子翻译的意思对了就行了，那个语言文字多一个少一个没有关系，长说短说也没有关系，是讲的不同也没有关系，说的话不同，意思相同，这就行了。教我们依义不依语，你譬如我们讲到修学，这个修学的目标，禅宗他们讲的要求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这个教下里面所讲的呢，它是要求的是大开圆解。我们净土宗念佛人呢，要求的是一心不乱。这是佛当时候所说的，这话都是佛说的，说的话不一样意思完全一样。明心见性就是大开圆解，大开圆解就是一心不乱。这是佛给我们做了举了一个例子意思对了就行了话怎么说没有关系那么这样说，我们对于这个翻译里面有一些疑惑，这问题也解决了。第3条佛教给我们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一条是释迦牟尼佛的苦口婆心我们感激的五体投地佛对我们太爱护了为什么呢？佛这个一生讲经说法，绝大多数不是主动讲的，都是由别人来问，佛是随问随答。有些问题不是了义的什么叫了义呢？什么叫不了义呢？能够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这个是了义不能帮助你脱离6道轮回那么这个就是不了义的。不了义经上讲的也很多那佛为什么讲说大家提出疑问嘛？提问那佛当然要答复嘛所以问这些世间这些问题问我们生活上的问题如何能够得到我现在的幸福美满现在离苦得乐，那这些都是不了义的但是是我们现代人呢所迫切祈求的佛很慈悲都给你答复所以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有人要求财，有人要求儿女，有人要求升官佛样样都教导他，样样都满足他但是佛跟你说这是不了义的，这是解决你这一生问题，不能解决你生生世世的问题你的眼光要远大，一定要求永远解决的这个方法，那你才是真正聪明那么究竟圆满的了义就是成佛所以《法华经》上说得好唯有一乘法了，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你看看那个佛不就显示说
什么是究竟了义呢？教给你成佛的方法，这个是究竟了义。那么佛讲的二乘、大乘、小乘，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佛是方便说啊，方便说了，这个意思就是不了义啊，所以特别提醒我们，一定要求了义啊，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么在《了义经》里面，最殊胜的、最稳当的、最可靠的，我们这一生决定能得到的，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经中的经典是究竟了义啊！这是佛的慈悲开导啊！末后一条，第4条，教给我们依智不依识，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啊！要用现在的话说，你处事待人接物，你学佛，你要依理智啊！事感情，不可以感情用事啊！这一条是通世出世间法啊！我们头脑要冷静啊，要以理智，不能用感情啊，这样就对了啊！所以你就能够辨别，凡是符合这个四依法的，这是正法；与四依法相违背的，那就不是正法了啊！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学佛的人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的现象严重的分别执着啊！我前几天到香港，香港同修告诉我的是法师，你7年没有来了，时间过得是真快。我没有想到7年，我想大概是4、5年吧，怎么没有想到7年没去了？啊，过去这些老同修们，大半呢都散掉了，有很多移民到国外去了。啊，这些移民人，在往年我也曾经劝过他们，我劝他们不要移民。啊，我的看法，香港回归之后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果然如此啊！啊，所以回归之后啊，这个香港的物价猛涨啊，移民出去的人再想回来，非常非常困难啊！他们过去把房子卖掉，现在在香港买一个停车位置都买不到啊！实实在在讲，没有移民的必要啊！我在同修们当中啊，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法门不相同啊，彼此存了很深的界限啊。日常法师有不少的信徒在香港修学菩提道次第广论，他们也有个组织。修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毁谤净土。那么也有念佛的同修就不服气呀，也毁谤他们，啊，彼此互相对立了。啊，这有些念佛的同学说：“哦，他们对我评，我们对他也反驳啊。”我就告诉念佛的同学，我说：“你们不是弥陀弟子，你们念佛也不能往生。”啊，他这个面孔很沉着，问我为什么？我们互持净土啊。
我们反驳他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往生呢？我就告诉他，这个菩提道次第论是密宗的前方便。这部论点是宗喀巴大师做的，是属于宗经论。这个论点里头有2大类呀，一类是宗经论，一类是释经论。释经论是解释经，就经的注解；宗经论是采取经典里面意义，并不依照经文，发挥里面一些道理。菩提道次第论是属于宗经论，根据佛所讲的原理、原则、修学方法，这是佛教的经典呐。你毁谤这个东西，你不叫毁谤三宝吗？这个东西佛菩萨说的，你毁谤佛菩萨；经典是法宝，你谤法了。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成就的人很多啊，你谤僧啊！你是个念佛的人，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罪过，戒经里面讲堕阿鼻地狱，你怎么能往生呢？你佛念得再好，修一点福没用处的。他问我那怎么样办呢？你要尊重别人为什么呢？每个人根性不相同，就好比一个大学，你念的是文学院，他念的是法学院。你文学院批评法学院，骂他错了，法学院骂你错了，你这成什么学校呢？个人的根性不相同嘛。喜欢念佛的，你老实念佛；喜欢菩提道次第论，你就依菩提道次第论修嘛。个个都有成就，个个都可以拿到学位，这才是个正理呀。所以决定不能毁谤，要学《华严经》53参，自己谦虚，恭敬别人。你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真诚的。心净则佛土净呢，才能往生呐。所以他问我，那以后怎么？以后他们要骂你，你合掌阿弥陀佛，接受他骂我可以，我决定不骂他。为什么呢？我要求净土，我不毁谤三宝，他谤三宝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我决定不谤三宝。你才能往生呐！人家侮辱我们、诽谤我们，我们不回一句话，合掌恭恭敬敬给他行礼，念阿弥陀佛就对了。这都是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连这个六祖大师在《坛经》里头都是这样教导我们。他不能接受，或者他诽谤我们合掌令欢喜我们根性不一样我修这个能成就他那个法门比我高我没有资格修他那个法门所以我们对他那个法门，我们恭敬供养怎么可以诽谤呢？这是要很细心去观察。你才能辨别邪正，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佛经上常讲三轮体空，是不是我们每做一桩事情都要回向呢？三轮体空跟回向要辨别清楚它是2桩事情。
三轮体空是讲个理呀，回向是讲的事。啊，三轮体空是观慧啊，也就是智慧呀，观察宇宙人生啊。什么叫三轮呢？譬如你修布施，要能施啊，我布施吗？我能施啊。一定有对方接受我布施的，啊，他接受的，我是能，他是接受的，当中一定有布施的物品，啊，这叫三轮，啊，能施、受施以及所施之物，啊，这叫三轮的。体空着这三桩事。都不可以着相啊！我们做这个好事，绝对不着相啊！哎，我做了多少好事？哎，人家接受我的布施，我对他有恩惠呀！啊，我是这个做了多少好事啊，念念不忘啊！那你这个三轮就不空了。不空怎么样呢？不空就是世间有漏的福报啊，是属于福德边上事情，不是功德啊。如果你修布施都不着相了啊，布施完了之后干干净净，心里面痕迹都不落，给诸位说，那你是修的功德了啊。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啊。功德可以了生死出三界，可以证菩提果，福德不行啊！福德只是享受来一世的福报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只不过如此而已。啊，所以这个三轮体空的意思要懂得。回向呢，是扩大自己的慈悲心啊。我们凡夫心量很小，起心动念呢都为自己，很少替别人想，更难替社会大众想。这个心量小啊，是很大的过失啊！所以你修行不能开悟，不能正果，最大的障碍，你心量太小了，这是错误。佛告诉我们，我们本来的心量很大了。哎，经论上常说的佛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周是周遍呐。周边恒河沙数的诸佛世界，那是我们的心量啊！现在我们这个心量小得可怜，两个人都不能相容啊，夫妻都打架啊，还要闹离婚。哎，你说你这个心量多小啊！回向真正的目的是拓开心量，无论你修的是功德，无论修的是福德。果报啊，我自己不享受，我将这个果报啊贡献给一切众生，这叫回向众生啊。贡献给法界，那这个范围就更大了，真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了啊。回向实际，回向实际是自己希望求的，就是无上菩提啊，明心见性呢，实际就是心性啊。我这个所作所为，我只有一个目标，求明心见性啊。所有一切的这个果报的时候，都希望能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回向的用意是拓开心量，恢复自己的真心本性，是这个意思，那么一般人回向达不到这个目的，他那个回向心量还是很小，做一点功德，回向父母，回向我将来升官发财，还是搞自己，还是个小心量，没有佛菩萨了这样开阔的心胸，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下面一个问题，他问功德与福德有什么差别？这个前面说过了，简单的讲，功德跟福德在事上讲是相同的，用心不一样。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如果三轮体空，那就是功德；三轮不空，那就是福德。譬如你修布施，这最简单一个例子。修布施着相是福德，不着相是功德。学佛是离苦得乐，他说这个乐是永远存在的吗？如何才能得到呢？没错，佛陀教化一切众生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乐是永恒的，绝对不是你现在乐，将来不乐，那不是真乐，那是假的。这一生乐，来生不乐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佛教跟我们得乐，现在乐，来生乐，生生世世永恒的快乐，这是真的。怎么样才能得到呢？佛给我们讲的，破迷开悟就得到了。为什么呢？苦从哪里来的？迷。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你迷惑所以才有苦如果对于真相完全明白了，你自然就快乐了，所以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破迷开悟是从因上说的。佛教化众生，于是我们就明了了，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为大众讲经说法，从事于教学的工作他教学的内容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换一句话说，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给你说明苦怎么来的，六道怎么来的，十法界怎么来的，给你说乐怎么来的，一真法界怎么来的，诸佛菩萨果地上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你要是都明白了，都觉悟了，你自然会选择嘛。佛是指路的人路还是要自己走自己要不肯走，你还是得不到循着佛陀教导我们这个途径教导我们这个方向，认真努力的去修学，你一定能够得到那么就是在现前，这个现前是最小的，我们常说鸡毛蒜皮的小利益了这个小利益是什么呢？财富不必多，我这一生呢，物质生活上不缺乏，过得平平静静的聪明智慧，处事待人接物不迷惑，都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健康长寿，这是每个人所希求的。
这种果报在佛法里叫鸡毛蒜皮的小福能不能得到的？决定可以得到的永恒之乐了，那是大福报成佛成菩萨，那就是得的永恒的大福报所以离苦得乐是真的，是事实是可以做到的下面一个问题，他问的是佛教的最高理想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是否比儒家礼运大同篇讲得更完善的？对的礼运大同篇讲的是一个理想而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有理论、有方法、有事实真相比他讲的更丰富、更细密、更圆满。下面一个问题他问得好，我想也是每一个同学所关心的，怎么样才能求得善终这个善终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好死中国古时候社会上所讲的五福我们常看到，现在还看到人家叫五福临门五福最后的一条就是善终人有生必有死，所以对死不必忌讳这个是必经的过程嘛。自古以来哪一个人能够逃避的？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所以有什么好忌讳的呢可是问题这个死有善终有不善终，这个差别太大了。善终的人来生决定到好的地方去，不善终的人呢，大概是大多数会堕在三恶道这个事实。古印度的那一些宗教家们说的很多印度这古时候这个印度我们决定不能轻视在3000年前，他们文化程度之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能跟他相比的我们中国也比不上在佛经里面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印度民间普遍存在的这个宗教就有96种之多佛经里面称为96种外道外道不是骂人的外道这个意思心外求法这个叫外道。而佛法不叫我们向心外求，叫我们从心性里面求，所以佛法称为内学称为内明内明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哲学不是从心外求法了一切要从心性当中求，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那么古印度这一些宗教家们，他们修行呢，大多数
都修禅定，而且定功甚深。在定中啊，他能够见到六道的状况，所以对于六道里面的情形，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说的很多啊。所以这个六道轮回之说不是佛家说的啊。古印度任何一个这个宗教里面都说六道轮回啊，而释迦牟尼佛讲六道啊，跟他们讲的不相同。他们是见到六道的情况啊，这个事实状况，不知道六道是怎么来的啊。所谓是知其当然呢，而不知其所以然啊。释迦牟尼佛那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了，把这个六道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换一句话说，理论、事实真相通通搞清楚了，你自己这个思想见解、种种做法就不至于产生错误了啊，能够顺应自然啊，随顺自然呢，那这就是最健康的。所以这确实有六道啊，善终的人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善终，一定要修善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啊。纵然不念佛，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得善终。临终的时候也有很好的瑞相啊，能够预知时至，晓得什么时候走，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这样走的人，将来啊，如果他生得人生，他来生再到人道，他必定比这一生呢更殊胜。啊，他的福报啊，比这一生更殊胜。如果修积功很深的人，升天了啊，所以他去的地方，人间天上啊。那么不善终的人呢，多半在恶道啊。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普通的常识，你看一般人，人死了之后几个小时啊，这个身体啊就僵硬了，这是大多数人都有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他临走的时候，他恐怖，就是怕死啊，还是贪生怕死。走的时候啊，紧张啊，一恐怖一紧张啊，他这个身体就僵硬了。如果你要看到这个人死了之后，啊，甚至于1天2天，乃至于7天，身体都是柔软的，啊，那么他走，我们就肯定他走得很安详，他没有恐怖，他也不紧张，啊，这样的人呢，就是不念佛往生呢，也必定在善道，不会堕恶道，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啊，并不像他说念佛往生，肯定他是有机会往生，那往生到什么品位，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啊，这是肯定他走得很安详，啊，没有紧张，没有恐怖，没有痛苦，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啊，念佛人念佛往生，决定是善终；
念佛往生的人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见到阿弥陀佛才跟他走。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不管什么样的佛菩萨来接引，都不能跟他走。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讲得很明白，其他的佛菩萨来接引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过去生中啊，现在是啊，你的冤家债主很多啊，他要来找你麻烦，找你去算账啊，找你去报复啊，他要来了，你认识啊，你不会跟他走啊，他就变其他的佛菩萨来诱惑你，这叫冒充冒充可以冒充其他的佛菩萨，他不可以冒充本尊你比如我们念佛，我们是求西方三圣来接引的，他决定不敢冒充西方三圣，他要冒充西方三圣呢，他就犯法了，护法神不会饶过他的。他冒充别的佛菩萨，那是假的嘛，你自己一看就晓得他不是真的吧？那你要跟他走，那你自己上当这个不是护法神的责任所以要记住，本尊呢是妖魔鬼怪不敢冒充的你临终看到阿弥陀佛、观音、势至来接引，放心跟他去决定不是假的这个是诸佛护念的护法神保佑那么这个是决定善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答复到此地。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我们继续解答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同修来问，人过世的时候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恰当？这个问题实在讲是因为现学去做最重要的忍辱菩萨修行纲领里面布施、持戒、忍辱、禅定，这个很重要真正依照这个六度去做你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你看，布施是牺牲奉献为家人服务这是布施我为家人家庭每一个分子工作服务，不求报酬持戒是守法所谓是过有过法，家有家规无论做什么事情，有条理，有程序，丝毫不乱规规矩矩的做这个就是持戒忍辱有耐心能够忍让然后讲精进，精进是天天求进步今天过得比昨天更好，明天过得比今天更好
禅定是胸有主宰啊，不会轻易被外面境界所动摇。这个样子，你就能脱离烦恼啊，这些繁杂的事情，你就能够摆脱啊。幕后是般若智慧呀，智慧能破无明啊。你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应酬当中，你面对着人事物这些复杂的现象，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丝毫不迷惑，这就是破无明啊。样样做得很周到、很圆满，你自然不生烦恼啊。所以，菩萨行门当中这6个纲领，也是我们生活的纲领啊，非常有效果啊。这些理跟事都很深很广，特别是在《大般若经》里面啊，讲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透彻啊。但是《大般若经》分量太大，一般人很难读诵啊，部头太大了。古时候这些大德也发现这个问题啊，所以将这部大经啊做了一个介要啊，里面重要的经文一条一条的揭露下来啊，重复的繁杂的尽量来避免，把它简化啊，变成了10卷。我们现在精装本1本啊，这个经就在这个面前啊，《大般若经》纲要，这是清朝这个乾隆年间格会居士编的啊，能够依照这本的理论方法去修行，你这个问题就解答了啊。那么我们现在也在宣讲这部经啊，分量还是太大，没有办法完全讲，只在里面挑选啊，挑选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密切关联的，我们提出来研究讨论，对我们生活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啊。下面有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是一个出家人，受不了环境的诱惑啊，破了戒了，该如何真正忏悔？我想你这个问题啊，也是现代社会一个共同的问题。不过你很难得，你能够说出来。许许多多经不起诱惑、破戒的人，他不好意思说出来，啊，不敢面对现实，啊，你能说出来，已经算相当不错了，相当的难得了。谚语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我们明白这几句话的道理，我们就晓得应该怎样修忏悔法了。啊，其实佛家在行门当中，严格的来说，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就是修的忏悔法。忏悔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改过自新。我在过去讲经的时候啊，
也常常提到，佛家有许多这个术语，但是许许多多的术语，现代人呢曲解它的意义啊，譬如我们常常听到的开悟啊，什么叫开悟？啊，忏悔，什么叫忏悔？啊，看到这个开悟啊，觉得很玄呢，很不可思议啊！啊，好像这一开悟啊，就一定就有神通了，啊，就有特异功能了，啊，会联想到这些，其实不是的。啊，什么叫开悟呢？知道自己的过失啊，就开悟了。啊，一般人自己犯过，不晓得自己的过失，迷惑颠倒啊！佛没有办法帮助他。啊，佛能帮助谁呢？能帮助那些自己知道自己犯过的人。啊，所以我讲解这个开悟啊，我就是这个说法。啊，你知道你自己犯过啊，你就觉悟了，你就开悟了。你能够把这些过失改过来，以后不再犯了，这就是真实的忏悔。啊，这叫修行呢，功夫啊！啊，你真有功夫了。希望大家对于这些名词术语啊，不能够曲解，不能够错解。佛经，我们展开经卷，你第一个看到的《开经记》，这个《开经记》是唐朝武则天做的，实在做得太好了，啊，后世的这些祖师大德们想再做一首，都比不上他，做绝了，啊！所以一切经典都用他的《开经记》了，啊，记里面虽然只有4句，讲得很清楚，愿解如来真实义，说得好啊！你不能把佛的意思曲解了，不能把佛的意思错解了，啊！你要求佛的真实义。啊，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行为说之不尽呐。经论当中把无量的行为归纳为3大类，啊，你身所犯的，口所犯的，念头所犯的，啊，总不外乎这个3大类。所以叫身口意3业，业就是造作啊，用身语意呀，就把所有一切行为都包括了。那么这个行为里面有正确的，有错误的，与宇宙事实真相相应的，这是正确的；相违背的，就是错误的。啊，如果你发现错了，你把它修正过来。啊，比如说，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用真诚心，这是正确的呀。啊，我们用虚妄心呢，这是决定错误的。啊，假心假意，对人对事对物错了。啊，发现这个错误，啊，就开悟了吗？就觉悟了吗？从今之后，我处事待人接物，我用真心，我绝对不用妄心。人家用虚情假意对我，
我用真诚对人。那这样说起来，我们不是吃了亏了吗？可是你要晓得，你的目标是希望做佛做菩萨了，希望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呀。没错，我的确是这个希望。你要达到这个愿望，真诚心才能达到。虚妄心是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晓得我应该怎么做法。别人骗我，我不骗他；他骗我，他搞六道轮回吧。我不骗他，我要超越六道十法界嘛。这个样子做呢，才心安理得。纵然吃亏上当，也不在乎了。那个不肯吃亏上当的，继续搞轮回。我们愿意吃亏上当的时候，轮回就搞一次，下一次不再搞了。想想还是值得。还是殊胜呐，有真实的利益了。虐待。二顺的父亲智慧也不高处处听从他后娶的这个太太，于是舜的生活就非常可怜了。继母那是有意的虐待他，他的父亲随从后娶的这个太太，于是也是虐待这个前妻所生的儿子所以他的处境就非常艰难言语造作，动辄有救也就是处处都是错处，没有一桩事情是对的于是这个言行举止没有一桩能够叫他父亲跟后母满意的他虽然是一切委曲顺从，都得不到这个父亲给继母的欢心但是他的弟弟不错，弟弟对他很好常常帮助他解决他的危难那么舜也非常聪明这个的确是有智慧以高度智慧来顺从，这在逆境里头顺从父母要陷害他把他放在一个井里面这个井是个枯井他犯了错放在这个井里面，把他关在这个里面，把他活埋可是舜早就料到了，恐怕将来有这么一天，所以他预先在井里面挖了通道通出去了这是早就想到所以许许多多次的这个置他于死地的，他都能够避过父母对他这个样子，他还是尽孝一切都顺从得到邻里乡党广大人的赞叹然后得到尧王那个时候的国王
尧王听到啊，哦，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孝子，真是难得了，啊，把他请来，见了面之后啊，这谈话非常欢喜，啊，知道他的情况，尧把2个女儿嫁给他，把王位传授给他，他的父母啊，从此就回心转意呀，这才叫孝道啊！父母再愚痴，也要把他转过来，才叫尽孝啊！一般人遇到这个环境，早就离家出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他不是没有能力，舜不是没有智慧，不是没有能力，他离家能活得了啊，他也能创得出一番大事业。为什么？就是为了帮助父母断恶修善，帮助父母能够回头啊。他能够帮助他父母，就能够帮助社会，就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尧为什么看重舜？就看重这一点。选他出来做国君，一国人的福报所以中国人讲孝决定不会忘了舜王他这个孝道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孝养父母，这佛教给我们的那个养跟顺的意思相同这个意思都很深很深。养不仅仅要养父母之身也就是说，父母的生活起居要常常关心，要常常照顾这样就算是尽孝了吗？未必。父母物质生活不缺乏了，还有精神生活也就是说，一定要帮助父母常生欢喜心，这是尽孝父母虽然物质生活不愁，可是精神不舒服、不愉快，常常还有烦恼，还有忧虑，这是做子女的不孝。那么他的忧虑、烦恼从哪里来的呢？无非是人事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细说说不尽居家生活琐碎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哪里能说得尽只能举几个例子，希望大家从这个例子里面去推广，然后你自然就觉悟了佛家讲了，你就会开悟了譬如父母儿女多总希望着一家和睦欢欢喜喜，互助合作，这个家就兴旺了。家和万事兴
如果兄弟不和，你说父母忧不忧虑？兄弟姐妹都是父母所生的，在父母眼里面是平等的。还有这些妯娌之间，这是外来的人儿子娶了媳妇了，媳妇是外来人，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生活环境的背景、意识形态也许多少不相同女儿嫁出去，那些女婿也是外来的这些外来现在变成一家人了，如何建立共识？如何消除隔阂？也能够像一家人和睦相处，互助合作，你父母才欢喜这是一桩事情。我们有没有想到呢？譬如现在我们在这社会上常见的，报纸上、传播媒体上常见的，为了争夺财产，兄弟姐妹不和往往为这些事情反目成仇。你说做父母的难过不难过呢？遗留这个财产呢，反而不留的好这是大不孝再说儿女在童年的时候做父母还在年轻童年的时候，你上学读书，你的功课不好，父母操心你不尊敬老师，不听老师的指导，父母忧虑你跟同学相处不和，常常吵嘴打架，处处都叫父母担忧操心，这不是孝道这个是不孝学业完成了，踏进社会，你有一份工作，你有所事事，在社会上，你会有上司领导你会有同事辅助你。如果你对于你的上司不尊敬，不接受领导，你的父母忧虑对于同事不能和睦，不能互相合作，你父母能安心吗？如果你是一个小单位的主管，你还有几个部属，你不能常常照顾他、指导他，
你的父母也会把这些事情挂在心上啊。这就是不孝啊。由此可知啊，这个孝道啊，礼是圆满的，落实在思想上呢，也是圆满的，无有穷尽呐。真正行孝的人，起心动念呢，都会想到父母啊。父母不在了，还想在心头啊。父母不在了，那父母在忧心呢？不在了，哦，他就不担忧了。哦，我们就可以随便去造作了，不可以啊。父母不在，也如同父母在面前一样啊。父母之恩呐，终身不忘啊！不仅是祭祀的时候祭神如神在，神就是祖先的啊，我们世俗间是祖先的灵魂呐。不论他有什么有啊，必须有这一个理念啊，想着父母常常在身边，常常在看着我们，我们一举一动啊，都要规规矩矩啊，不能有过失，有过失就令父母啊忧心呐。养父母之心啊，让他常生欢喜心啊，那这样也就能算是尽孝了吗？这未必呀。那还有什么呢？父母之志，你懂不懂？父母对你的期望啊，你要不能达到他的期望，你的孝道就不圆满了。期望的有一些可以从名字里面得知啊，但是现代人这个起名字啊，跟中国古人不一样啊。古人这个起名字啊，离不开宗法的制度啊，姓名啊，这个名字里面呢，一定要显示出辈分啊。所以中国人呢，名字是3个字，当中这个字是他的辈分啊，这个不能改的啊。末后一个字实在讲呢，就是父母对于这个小孩的期望啊。你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所作所为啊，是名副其实啊，那父母就欢喜了。现代人没有这个观念了。你看很多我们台湾同胞给这个儿女起的名字都起叫外国名字啊，这个在古时候啊那是笑话了啊。为什么是笑话呢？父母大概希望这个小孩啊将来做外国人啊，不要做中国人，这成什么话呢？这个与孝道啊完全相违背了
啊，太离谱了。换一句话就是，不爱国家，不爱宗族了，啊，去当外国人了，啊，这个是大笑话，啊，但是在现在，大家对于命名啊，父母对于儿女的期望啊，实实在在是，跟中国古人呐，有很大很大的差距，啊，可是学佛，那就又不一样了，啊，学佛，如果父母也学佛，子女也学佛，那父母对这个儿女啊，希望他将来做佛、做菩萨了。如果他学佛，将来不能做佛，不能做菩萨，你想想看，他多失望呢！啊，这一点呢，养父母之志。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啊，父母对于我们有很大的期望啊。在中国古代，啊，父母对儿女的希望，不是希望你做大官发大财，哎，实在讲，他不希望这些，希望你在社会上做好人呐，做好事啊，希望你成圣人，成贤人啊。所以中国古时候读书志在圣贤啊，读圣贤书志在圣贤啊，圣贤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在佛门里面，佛菩萨是圣贤，佛是圣，菩萨是贤啊，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可以说，世出世间呢，名称不一样，代表的意思非常接近。儒家讲君子，讲贤人，讲圣人，啊，这个是儒家教学里头，等于说是3个学位呀。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一般学校里面，啊，学士、硕士、博士3个学位。啊，可是如佛讲的这个3个学位啊，这个意义啊，无限的深广啊，不是现在学校里这个3个学位啊能够相比的啊。在佛法里面，阿罗汉、菩萨、佛这3个学位，学位是平等的，人人可以拿到啊，但是生活不相同啊，不一定相同，工作不一定相同啊，可是都拿到这个学位啊。你譬如儒家君子啊，君子可以种田呢，可以做农夫啊；君子可以经商啊，可以做商人呐。啊，君子也可以从政呐，做公务员呐。贤人圣人呢，亦复如是啊！圣人可以做政治领袖啊，贤人可以做他的辅佐啊。同样一个道理，在佛门里面，啊，阿罗汉可以示现在各行各业，菩萨也在各行各业。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
41位法身大士，大菩萨，不是小菩萨。你看，以男女老幼的身份，啊，从事于各种行业，他是菩萨了，啊，如果他经商，菩萨上人，啊，他做工，菩萨工人，啊，他开计程车，菩萨司机呀，啊，他从政，菩萨公务员呐，所以要晓得。志在圣贤呢，意义就完全不相同了，啊。那么老师对于学生的期望，跟父母没有两样啊。老师希望学生成圣成贤，老师期望学生成菩萨成佛，你才能真正为社会为大众造福。啊，哪一个贤人君子，哪一个佛菩萨是自私自利的，是为个人的呢？啊，所以教学教育的目的在此地，培养一个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圣贤君子啊，诸佛菩萨了，啊，这样孝道才达到究竟圆满。啊，你的父母看到儿女做菩萨了，做佛了，他开心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啊，这心就情绪；养父母之志，啊，志达到究竟圆满，真的是成佛。所以你纵然是到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名没破，你的孝道还欠一分，一定要成究竟圆满佛，孝道才圆满了。由此可知，整个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这一个孝道而已呀。今天时间也到了，我就简单跟诸位介绍到此地，谢谢大家。各位观众，大家好。过去在83年，我在旧金山讲经，场所是一家老人公寓。我第一次参观了美国的老人公寓，我看到之后非常欢喜。这一次讲经时间虽然不长，只有短短的1个星期，可是给我很大的启示。这个老人公寓是犹太人办的，办得非常好。里面大约住了有300-400人，老人。每一个
单位是一个小套房，还有一个小客厅，这个厨房、阳台都有。和我们台湾呢，大概有15平的样子，每个单位有15平这么大。有些是夫妻2个住，有些是单身住，这个单身的老人呢占多数。这个犹太人呢非常聪明，他们在这个老人公寓这个楼下了设了一个托儿所，像幼稚园一样。那么招收不少的小朋友，每天早晨他们的父母就把小孩送到这念书，晚上就接回去。以后我发现呢，这些小朋友很多都是这里面的老人的亲属，我觉得这个太理想了。他们的儿女常常能见面，他这个小孙子孙女每天都来跟他玩，那玩久了，老人当然感觉到很厌烦，时间很短，天天能看到，这也非常的安慰。我对于这个犹太人这种做法呢，我很满意，看了之后我很赞叹。我觉得呢，21世纪的佛教道场应该是这种形式，这真正能帮助社会解决问题，也是佛法真正修行的一个道场。为什么呢？时代不同了，这大家都晓得。在过去，在中国是农业时代，交通不发达，资讯没有现在这么便捷，实实在在有老死不相往来真有就是一生他就住在这个村庄，邻近的那个村庄他都没去过，确实有这种情形。有人住在乡村，一生没有进过城市，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生存，生活悠闲农忙有一定的时期。所以中国在从前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我9岁离开农村的，所以印象还能记得一些。农夫们秋收之后就没有事了，所以他的这个休闲的时间很长。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呢？有一些这个念佛学佛的都到寺院里面去，有的去参禅，有的去念佛，有的去听经所以寺院多半选择在这个时期公开的讲经一般读书人可以到寺院里面呢，叫讨经单讨经单就是我要在这个寺院里边，这个经要讲2个月，我要在寺院的住2个月他要给一个床铺给我也分配一点工作不能在寺庙白住嘛，也帮忙打扫环境或者是这个抄写经书修补经书这读书人能够做的事情那么还有甚至是这种菜种田都有利用空闲的时间讨经单过年这个一般过年是从腊八开始就腊月初8了开始，一直过到2月2龙抬头你看看这个年假多长，哪里像现在工业时代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一般的年假大概只有5、6天，那么在美国我们小的时候，普通都只有最长的假期只有5天而中国古时候农业社会长假的时候有2、3个月所以在这个时候休闲没有事情的时候，正好休闲正好读书研究经教但是现在社会转变了，这种机缘呢可以说是没有了。寺院里面纵然这样做大家没有时间去参与所以我就想到了，往后工商业呢一定是突飞猛进，科技会更发达，它不会只住在这个地方的现在这个科技真的是日新月异。那么工作呢是越来越繁忙，生活越来越紧张，你要不认真努力学习，你就跟不上这个科技的时代了所以你学校读书毕业了以后怎么样呢？因为不断在进步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外国可能中国也有了许多公司行号的职员，每一年都有2、3次的进修教育去补习学新科技新的东西连这个管理的知识也是日新月异所以工作非常紧张生活的压力非常的沉重，哪里有时间来修心养性所以将来的去世，这个弘法利生的对象决定是要对退休的这些老人，他们退休之后才能过一种清静悠闲的生活，学佛就太好了。退休之后如果不学佛，没有一点精神的生活，住在这个老人院可怜的老人院在那怎么样呢？那真是有一些人跟我讲的，坐吃等死你看他是什么样的心境？虽然物质条件不缺乏，医疗的条件也很好，精神痛苦特别是在外国自己的亲人1个月能来看你一次，那不得了了，叫这些外国人呢羡慕死了外国人的儿女离开家庭之后，往往几年都不回来看一看的，没有这个亲情，没有孝道的这个观念能够说在你生日过年给你寄一个贺卡你看到已经就是欢欣鼓舞了。哎呀，我这个儿女离开这么多年还没忘记我中国人在那里表现好多了，确实令这个外国人羡慕中国文化一般中国的儿女至少呢1个星期会去看老人，去看一次给他买一点东西送给他小孩儿孙都能够见见面至少1个月会看一次所以我们觉得老人这个晚年呢真的是非常痛苦精神忧郁在这个时候我们把佛法介绍给他使他的生活能够进入另外一个时空，那就完全不相同了会让他的晚年过得最幸福最美满，他会感觉到
他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是晚年，最有价值的是晚年。这个要紧呐！我们在这个老人公寓里面讲经啊，就有这个效果，就有这些反应啊。所以我想，未来的这个道场啊，不要建寺院庵堂了，啊，建什么呢？老人公寓啊，安老院、养老院就是我们弘法的道场啊。这些老人有很多啊，但是大多数身体还相当的健康，还不需要人照顾啊。而且呢，中国这些老人多少都有一点积蓄啊，不像外国人。外国这个年岁大了要靠国家养老啊，每一个月给你寄一点生活费用啊，你自己没有储蓄啊。中国人有储蓄的习惯啊，多少都有一些啊。而且中国的这个子女啊，也能够尽一点孝心，父母有缺乏了，都能够主动的去帮助一些啊。所以，如果他体力好啊，这一个老人公寓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节目啊，譬如近距离的交友啊，每一个月举办一次啊，带这些老人呢到处去玩玩啊，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啊，使他们心情开朗，同时能够讲解一些佛法啊，或者随时教导他们如何静坐，如何调心、调身啊，怎样念佛，这都是非常愉快、幸福的生活。如果有体力，也有这种经济能力，每一年可以举办1、2次环球的旅游啊，让他们真正欢欢喜喜这个度他这个晚年啊。我们现在常常在外面看到有一些旅行团啊，这个观光旅游的，你一看呢，那都多半是外国的，全都是老人啊。我们说老人的旅行团啊，这个年轻人带队呀好啊，这个是真正的老人的福利呀所以我讲佛教这个底下1个世纪呀，应当走向这个方向啊，走向这个道路啊。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得到这个灵感啊，这种想法啊，希望将来呢我这个想法就想着弥陀村呢我这个弥陀村呢，就是83年在旧金山呢老人公寓讲这几天经得到的这个启示建弥陀村当然道场建在郊外比建在城市好郊外说你生活在大自然里面，都市虽然有一些方便，可是这种公寓高楼，每一个人1个小单位，还是住在鸽子笼里面，这个心情呢很难舒畅前几年4年前，我到澳洲布里斯本，看到澳洲人的这个老人的中心，我非常赞叹，非常的欢喜
他们是一个老人有一栋小房子独立的那真的像一个弥陀村了有一个很大的活动中心小小的街道，街道里面呢有小车有个小篷车那个车上可以坐5、6个人，老人如果走不动呢，随便一招手，车就来了。这是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它有一个医疗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活动中心。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会比他们做的更美满。我就设想到了。这样一个道场，公共的设施要有这个大型的建筑，有一个讲堂。我们都是修净土的，一定要有个念佛堂。讲堂，我们的建筑用方形的，方方正正。表这个方正的意思。念佛堂的建筑呢，建圆形的，像北京那个天坛呢，圆形的，圆形的像一个莲花一样。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图书馆，不比较藏经楼了，图书馆有丰富的库藏。让住在里面这些老人喜欢读书的，喜欢研究学术的，提供他一个很好的修学环境。另外有一个大的活动中心，这就是共同的起居室。这个里面也可以表演我们也可以常常请这个外面的像这个学生团体或者是其他团体来给我们表演歌舞、表演杂技我们不必出去请人来1个月举办个1、2次。这是娱乐的一个场所，都在这个活动中心里面来做。我们办一个这个素食餐厅，对内呢包伙食，对外可以营业。这个样子，你这个道场经济你才能有来源，有很安定的经济来源。正所谓身安则道隆你身心不安，你哪有情绪来修道、来念佛呢？不可能的又说法轮未转，摄轮现我们基本的生活能解决，才有心去修道如果天天为衣食住行来忧虑，还有什么情绪去修道呢？所以这些问题都要预先把它解决。至于宿舍在我们佛门叫疗房，我们现在通通称宿舍，名词都把它改过来。宿舍可以采取单独式的行，1个人1小洞这个方式也很好，但是那个土地面积要大没有足够的土地面积，那个没有法子。像在美国都市里面老人公寓因为土地面积限制，只有向空中发展
所以他们盖的4层、5层、6层，这个是不得已的方法。有足够的土地呢，小房子非常之美，非常的优雅，每个人还有个小院子，小街道，真正是赏心悦目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晚年的一个环境。树木要多，花草要多，有庭院，有池塘，在这里面，我们每一天讲经说法、研究讨论，念佛共修，利用现在高科技的设备，如果他在自己房间里面懒得出门，他房间里面都有电视，那个电视一打开，我们现场就在他面前，他要听经也可以，要念佛也可以，他都能接到。喜欢念佛，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一个小型的扩音器，我们控制中心是24小时播放念佛的佛号，不停的。你只要把你的扩音器打开，随时打开，随时就有佛号出来，你可以跟着念佛。你喜欢出去散步很好，你在散步，这个树旁边、亭子旁边也都有小喇叭，整个环境里面的一片念佛声小亭子里面都有闭路电视，在这个里面可以听讲经，不一定到现场希望我们做一个这样一个修学理想的环境这个宿舍的标准宿舍不必太大，一个人住顶多是夫妻2个人住嘛，没有小孩嘛，他整理呀比较上方便，要小，要干净，里面这个设备呢，我们的标准是希望能够达到4星级旅馆呢那个套房的标准，这个样子。每一个人到那里都能够生欢喜心所以我们想找一块地我们以这个理想呢来好好的来规划，来设计建一个现代化的道场这个道场不必用寺院庵堂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起的名字也很好他用学会我们净土宗的净宗学会如果是学禅的禅宗学会学天台的天台学会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聚集志同道合，在一块共修，共度幸福美满的晚年使我们这一生当中年轻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出智慧跟辛劳，晚年的时候能够得到美满幸福的报酬
这个样子，我们一生就没有空过了。而且呢，这一个道场建成之后，我相信许许多多地方一定模仿这个模式，将来各个地方都有这种道场的建立。这个比老人公寓、养老院呢好的太多了，充满了生机呀，活活泼泼而且这个道场里面，寒暑假了，像台湾许多地方呢，办夏令营，办佛学讲座，欢迎这些年轻人到这边来参与。老年人常常能看到年轻人把自己的衰老就忘记掉了。有机会常常跟年轻人接触，跟年轻人呢共同在一起生活，共同在一块研究讨论学术，讨论做人做事的道理。老年人经验毕竟比年轻人丰富。可以给年轻人介绍他过去这些经历提供给年轻人做参考。确实能够收到教学的效果。这样能够愉快度过他的一生。道场的设施尽量要求现代化。对于老人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想到给他妥善的照顾。建设的费用可以有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募集，这是可行的一个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计划做成之后，将来想到这个地方来共住的，我们集资来做。譬如我们全部这个工程费用需要多少，我们按照比例来分摊。我在这里买一个单位，这个单位需要多少钱？以这个来做建筑的基金也可以。那么另外呢，那就是有善心、真正有财力的人他们大力的来资助，也可以接受。那么由此可知，只要真正发心，这是一桩好事情。对于养老来讲，是最妥善的方式。在美国，我们晓得，私人建老人公寓，政府有补助的。因为他们国家有这个福利事业，要照顾老人。如果我们肯发心，政府非常欢迎而且奖励如果我们做得这么圆满，这么美好，我相信会得到各个阶层人士的赞助，
所以在财源上来讲呢，我觉得不必担忧。问题就是我们要付出诚意、真心真意，为一切退休的老人呢来服务。我们要本着真诚、清净、平等、大慈悲心，把这个佛法普度一切众生的事业做好、做圆满。每一天大家聚集在一起，把事缘放下了。过去这大半辈子在社会上，即使有种种恩怨，也不再放在心头了。万年一心向道道场常常办这些各种学术讲座，可以将这些老年人是来自各个阶层、各种行业，他们都把他们的经验、智慧、常识，无条件的、无代价的。义务的传授给下一代的年轻人，使他们更有进步，更有长进。而这个退休之后，自己有正确的方向。有正确的生活目标，他觉得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有归属这在佛法里面讲，有真正归一处至于佛教以往的这些寺院庵堂，那是古代教学的场所，有保存的价值可以把它看作国家文物古迹来保存要保存，一定要维修要把它维护整修，给过去那一个时代一模一样。如果是唐朝时代的，一定要恢复唐朝那种形式；宋朝时代的也要恢复宋朝时代那一种面貌。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向日本人学习。我到日本去参观，去参学，我对于日本人保存古籍那一种热心、认真、努力，实实在在叫人五体投地叹为观止，他们真是不遗余力一片瓦也要做成从前那个样子从前用什么样的质料，现在还用什么质料来做。一根柱子这柱子朽了，它是什么样的木材，今天还选这个木材来换。我们不能不佩服所以
古籍要保存，纪念我们的远祖啊。时代虽然不同了，我们今天道场这个修学的环境必须要改变，佛法讲求的是现代化、本土化。如果离开现代化与本土化，那佛法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佛法能够传遍全世界，能够几千年还存在的，就是这个崇高的理念。它在哪个地方，就是以这个地方的众生为对象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做基础。美好的一面发扬光大，缺陷的教导他们修正。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这是佛陀的教育，这是佛陀美满的教学。那么这是说我们修学的环境。一个好的教育，总是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佛经里面讲续佛慧命续佛慧命一定要靠后期的人才，所以培养人才是佛教教学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怎么样把佛教育办好？这个教育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师范教育，也就是说，如何去培养佛教育里面的师资这些人不是像学校的老师，学校的老师他是以学生为他教学的对象佛门里面培养的这些老师、这些法师是以社会广大群众为对象的由此可知这个教学比学校教学生呢要困难得多要有真正认识佛教育的人，真正热心于佛教育的人。我们要集合这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认真努力修学这个修学它的基础一定是奠定在现前社会的基础上现代人在生活在工作他们的愿望上他才欢喜接受他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迫切需要的我们要在佛法广大经论当中去找这部分的教材，适合于这个时代，适合于先前的社会需要这个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那是个宝库他讲的东西太丰富了，真是应有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弘法的人
最要紧的就是善于运用这些材料啊，正如同这个医生一样啊，世尊这些经藏宝库就好像这个药店里储藏着这些药物啊，琳琅满目啊，应有尽有啊。大夫给病人处方，不能把这些药物全拿来啊，全拿来那就把这个病人害死了。一定要对症下药啊！我们要懂得这个观念，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病人他害的是什么病？他需要哪几副药啊？我们在这个宝库里面选择哪些经论，专门对治他先前这个状况的啊，才能收到药到病除啊，收到这个效果啊，所以培养弘法人才也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夏老是大众修学的环境，用学院，不用寺庙啊。培养这个弘法人才的，我们用学院啊，用这个名称，都是属于现代化的啊。经宗学会是我们大家共同修学生活的环境，经宗学院专门培养经宗弘法人才的场所啊。学院不比很大了，人数也不比很多啊。我们要重质不重量啊，因为佛教里面佛教育的师资比世间教育的师资不一样啊，困难很多，要真正发道心的人啊，也就是真正发舍己为人啊，不求名闻利养，不求任何报酬啊，完全是牺牲奉献。他有这种认知，有这种理念，才能把这桩事情做好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理念呢，这个经典展开对他来讲是非常困难啊。开经记讲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的真实义很难懂啊。难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佛说了，难在你自己本身有障碍啊。什么障碍呢？名利的障碍，你有名利心啊，你有求报酬这个念头的障碍。只要你有这种障碍啊，佛菩萨讲的话你就很难体会他的意思啊。为什么呢？诸佛菩萨所说一切的这个教诲都是无私的呀，真正叫大公无私啊！有这样的人才，配合着真正有愿、有力量的护法啊，护持道场啊，护持这个教学，这一桩事情才能在世间做到圆满啊，才能真正的利益社会广大的群众。啊，儒家
崇高的希望，老有所终啊，就能真正的圆满的实现啊！这个是佛教育殊胜圆满的功德，但是要靠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它、接受它、学习，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啊，这个学院跟学会的结合，这桩事情就做圆满了。刚才说过，一个宗派，一个法门，它的对象呢是这个病况啊相同接近的一类众生啊，那么这样子形成一个道场。如果知见兴趣不相同的，必须再从经教里面选择另一部分教材，建立另外一个道场。实在讲，这就是隋唐时代呀，中国宗派形成的道理呀！啊，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多宗派呢？哎，就是因为许多大众啊，兴趣不相同，爱好不相同，或者是生活环境不相同，需要不相同。这样才从经藏里头啊选择一部分所以有10个宗派的形成每一个宗派都好都是佛说的，都是正法换一句话说，终极的目标方向决定是一致的，只是达到目标的方法不一样，手段不相同，如此而已佛在经上讲的法门平等呢，无有高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纵然是法门不同依据的经论不同，可以和睦相处决定没有争论如果有争论呢，这就错了就不如法了譬如一所大学这个学校里面有许多学院科系修学的学生选择的科系不相同，他还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依旧是在一个学校共同生活，和睦相处没有说是我学的这个科系跟你那个科系发生冲突没有这个道理你要晓得，佛法不同的宗派呀，就是不同的科系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所以任何一个空系这个科系任何一个宗派都是佛说的都是帮助一切众生达到究竟圆满的目标所以我们观察今天的社会，今天整个是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想到说未来理想修学的环境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道场我们预先呢要有一个
设计，要有一个筹划，才能应付下一个世纪佛法怎样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兴旺起来，能够真正帮助这个世界达到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幸福、家庭的美满、世界和平、互助共荣，佛教育才真正发挥它教化众生的目的。我们如果能看这桩事情能够逐渐形成，达到美满，我们多开心呢，多快乐啊！这是佛家讲法喜充满希望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有这个概念共同努力成就这一桩伟大的事业佛法教化一切众生。好，今天就说到此地谢谢诸位。